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上，当上科长的情敌赵云峰，当着我暗恋多年的白月光李月的面，把酒杯磕在桌上。陈峰，没个铁饭碗，你这种南下闯荡的倒爷就是时代的垃圾。他以为我是在深圳混不下去的穷光蛋，不仅炫耀着他分房分电视的福利，更是酒后吐真言，得意地泄露了自己计划。这引以为傲的能耐，也是他能保住自己铁饭碗的手段。我平静地看着他，心里早已有了盘算。我正准备开口，包厢厚重的木门被人砰的一声猛地推开，县长的秘书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目光扫过全场，直直地朝我走来。秘书对我的一番言语后，赵云峰直接傻眼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叫陈峰，36岁。1996年的秋天，我坐在一列慢悠悠的绿皮火车上，车厢里的烟味、汗味和方便面混合在一起的，独属于这个年代的躁动气息。我身上半旧的的确良夹克衫，还是3年前离开家时穿的那件。与我对面那个揣着大砖头大哥大，生怕别人看不见的大老板相比，我确实显得寒酸。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深圳那个被无数人称为小渔村的地方，我用5年时间，从一个兜里只剩50块钱的穷小子，变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电子厂、银行户头里趴着7位数的百万富翁。这个词在老家枫林县恐怕还只存在于报纸和传说里。5年前，我爸拖拉机厂的老车间主任几乎是拍着桌子让我去厂里接班，那是我们县里无数人挤破头都想得到的铁饭碗，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想去南方看看，他气得半天没说出话，只骂我鬼迷心窍。我妈偷偷抹着眼泪，给我煮了10个鸡蛋。只有李月，我们厂里最漂亮的女孩，也是我从小的白月光，在送我的时候，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手帕，轻声说：“陈峰，我相信你。”他的眼神支撑了我无数个在深圳睡桥洞、啃冷馒头的夜晚。这次回来，一是看望父母，二是考察。我的风月电子厂是取我和李月名字里的各一个字，已经到了扩张的时候。如果能把生产线搬回内地，成本能降一大截。而我们县那个曾经辉煌，如今却风雨飘摇的拖拉机厂，就是我的首要目标。小峰，是陈峰吧？刚下长途汽车，一个熟悉的声音拉住了我，是住我家隔壁的王婶。她拎着一个菜篮子，正上下打量着我。哎呦，真是你，可算回来了。在外面不容易吧？看你都瘦脱相了。我笑了笑，还行。王婶，您身体还好吧？好着呢。王婶拉着我，压低了声音，开启了她最擅长的信息播报模式。跟你说啊，我们大院的骄傲，李月那丫头，现在可是县广播站的台柱子，声音甜的嘞。就是，对象的事还没个着落。那个赵云峰，你记得吧？当年就跟你不对付的那个，他爸现在是副厂长，他自己在厂里也是个采购科科长，威风得很，天天开着厂里那辆吉普车往广播站跑，送的东西都堆成山了。我的心被攥了一下。赵云峰，我当然记得。王婶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哎，说起拖拉机厂，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听说都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也就是赵云峰他们家靠着权力，滋润得很。你们这些同学，现在差距可拉开喽。”我沉默地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回到家，闻到母亲炖的鸡汤味，
我5年来的奔波与疲惫在此时才真正落了地。父亲看着我，嘴上依旧板着脸，眼神却柔和了不少。回来就好，外面不好混，就别出去了。我再去找老关系，看能不能在厂里给你寻个临时工的差事。我正想说点什么，家里那台电话机突然铃铃铃地响了起来，是老同学刘斌，外号大嘴巴。喂，陈峰，是你小子吗？我靠，你可算回来了。电话那头是的咋呼声，听王婶说你下午到的。别废话，明天晚上红星饭店2楼包间，老同学聚，你可一定要来。我犹豫了一下，都谁啊？能来的都来，赵科长请客。对了，李月也来。刘斌特意加重了语气，你可得来啊。当年你俩听到李月的名字，我心里那点犹豫瞬间就没了。我想亲眼看看他现在好不好。好，我去。第2天傍晚，我独自走向红星饭店，这是我们枫林县唯一一家有3层楼的饭店，门口挂着2盏大红灯笼，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气派。我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杂着酒香、菜香和人声的热浪扑面而来。大堂里人声鼎沸，服务员端着盘子穿梭其间。刘斌早就在2楼楼梯口等着了，一见我就捶了我一拳。你小子总算来了，快，就等你了。他领着我推开最里间牡丹厅的包厢门，门开的那刹，我的目光越过满屋子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落在了靠窗的位置。李月就坐在那里，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简单的扎在脑后，没有化妆，如一束清雅的月光。她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看来，四目相对的瞬间，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一丝复杂。她对我轻轻点了点头，嘴角动了动，却没说话，因为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已经站了起来。赵云峰，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深灰色毛料中山装，胸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手腕上那块锃亮的上海牌手表在灯光下闪亮。他脸上挂着笑容，大步向我走来。哟，这不是陈峰吗？他声音洪亮道，我还以为你小子在深圳发了大财，不认我们这些穷同学了呢。怎么，这是混不下去了，跑回来了？他上下打量着我那件半旧的夹克衫，眼神里的轻蔑毫不掩饰。我平静地看着他，回来看看，看看好，看看好啊！赵云峰一把拦住我的肩膀，力道大得像是在宣示主权。家里总比外面强，你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没关系，同学一场，有困难跟我说，我在拖拉机厂，大小也是个科长，给你安排个活干，还是没问题的。他的话引来桌上一些同学的附和，就是啊，陈峰，听赵科长的，别在外面瞎折腾了，现在个体户不好干，还是得靠国家，靠单位。我不动声色地从他的手臂下挣脱出来，找了个空位坐下。李月看了我一眼，他端起面前的杯喝了口水，避开了赵云峰投来的得意目光。酒过3巡，赵云峰彻底成了饭桌的中心，他高谈阔论，唾沫横飞，不是我吹牛。他端着酒杯站起身来，用筷子指点着桌上的菜，在咱们枫林县就没有我赵云峰办不成的事。上个月厂里分房子，我第一个挑了套30一厅的向阳房，前2天刚从后勤搞了张处理品条子，一台14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100块就拿下了。哇，赵科长，你太牛了！云峰现在可是我们同学里混得最好的了。在一片恭维声中，赵云峰的目光
再次锁定了我。他喝了口酒，脸颊泛红，带着几分醉意教训道：陈峰，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当年就是太犟，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非要去搞什么投机倒把。你看看你现在有什么？户口是临时的吧？档案没地方放吧？以后养老怎么办？看病谁给你报销？他顿了顿，声音更大了。我们这种人才叫国家的基石，稳定，懂吗？稳定才是一切。你们这种就是那水上的浮萍，风雨里的野草。政策的风向稍微变一变，第一个被割掉的就是你们，到时候户都找不到地方。我夹了一口菜，没有理他，但我的沉默似乎更助长了他的气焰。他转向李月，举起酒杯：李月，来，我敬你一杯。你是我们县广播站的门面，我呢，是拖拉机厂的中坚力量，我们俩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李月的眉头轻轻皱了一下。赵云峰，你喝多了。我没喝多。赵云峰不以为然，反而借势坐到了李月旁边的空位上。我说的都是实话，李月，你别听陈峰这种人花言巧语，他今天能在深圳，明天就能去别的地方，他能给你什么？他连自己的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他指着我，陈峰，你拿什么跟我比？他脸上的醉意更浓，得意地打了个酒嗝，将杯中剩下的白酒一饮而尽，接着将目光转向了全桌的同学，发表着演说。同学们，不是我赵云峰爱说教，我是真心为陈峰这样的同学感到惋惜。你们知道吗？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认清形势。他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用力地挥舞着。什么是形势？形势就是国家还是国家的，单位还是单位的。我们拖拉机厂是国家的亲儿子，而他陈峰呢，他是个体户，是倒爷，说白了就是国家的野生儿子。平时没人管，一刮风下雨，第一个淋死的就是他。这番粗俗的比喻引来大家一阵哄笑，几个想巴结他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李月的脸色愈发难看，他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赵云峰很满意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啊，只看到我们厂现在效益不好，人心惶惶，但你们看不到里面的机遇。这叫什么？这就叫改革阵痛，这就叫减员增效。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他压低了声音，身体前倾道：不怕跟你们说实话，我们厂里那几条从德国进口的生产线早就过时了，效率低，耗电大，还老出毛病。厂里几个老领导早就想处理了，但一直没找到好办法。为什么？因为直接报废，那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他得意地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但是我有办法。他端起酒壶，给自己又满上一杯，那双因酒精而浑浊的眼睛里闪着贪婪。我跟南边来的一个大老板已经谈好了，我们先这样，再那样。他含糊地比划了几个手势，让那几条生产线在一次生产事故里彻底瘫痪掉，到时候再请专家来鉴定，结论就是没有维修价值，这不就合情合理了吗？到时候几百万买来的德国机器当废铁卖，10万块钱就能出手，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你们自己算算。整个包间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赵云峰粗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被他这番话震惊了。我握着酒杯的手指节已嘎嘎响。我父亲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老工人，一辈子都扑在那几条生产线上，把那机器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而在赵云峰嘴里，
它们只是可以用来中饱私囊的废铁。赵云峰完全没意识到众人神色的变化，他以为大家是被他的手腕和魄力镇住了，更加肆无忌惮。他突然扭头，死死地盯着李月。李月，我知道你爸李师傅是咱们厂里最好的老钳工，他所在的那个车间就是这次改革的重点。可惜啊，老师傅思想跟不上形势，第一个就要被优化掉，到时候提前退休，1个月拿10几块钱的退休金，滋味不好受啊。这番话让李月的脸瞬间血色尽失，嘴唇微微颤抖。赵云峰，我什么？赵云峰的笑容变得狰狞而油腻，他甚至伸出手去拍李月的肩膀。不过呢，你放心，只要你跟了我一句话的事，就能让你爸从被优化的名单上下来，调到我们采购科当个清闲的顾问，怎么样？我够意思吧？这已不是暗示，而是赤裸裸的威胁和交易，用一个老工人一辈子的饭碗来逼迫他的女儿。此时我将手中的酒杯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声响。正当我准备站起身来，砰！包厢的红木门被人从外面猛地一把推开，一个穿着干部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正扶着门框，气喘吁吁地朝里面张望，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是县长办公室的王秘书。王秘书的突然闯入，整个包间的所有人目光都聚焦他身上。赵云峰的反应最快，他脸上的狰狞和醉意在半秒钟内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近乎谄媚的谦卑的笑容。他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抢先一步迎了上去。王秘书，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他一边说，一边熟练地从口袋里掏出大前门香烟，恭敬地递上去。你来吃饭，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是不是王县长有什么指示？然而，王秘书只是礼貌性地摆了摆手，拒绝了他的烟。他甚至没有正眼看赵云峰，只是焦急地扫视着全场，目光掠过一张张错愕的脸，最终定格在了我的身上。在全场人，尤其是赵云峰那难以置信的注视下，王秘书绕过他伸出的手，快步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微微弓着身子，语气里带着12分的恭敬和歉意。陈老板，真是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县长和纪委的同志们都在楼下会议室等着您，说好了8点钟向您汇报我们县里关于承接投资的初步方案。我这看您一直没下来，就冒昧上来找您。陈老板这3个字从赵云峰的嘴里挤出来，已变了调，而桌上的其他同学更是瞬间石化，有的张大了嘴，筷子从手里滑落，当啷一声掉在盘子里，有的使劲揉着自己的眼睛，仿佛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投资改造拖拉机厂，他不是倒爷吗？窃窃私语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我缓缓地站起身来，面对着王秘书，我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不急，王秘书，汇报的事可以等一等。我倒是刚在这里听到了一个比县里更高明的盘活工厂的好办法。我转过头，目光直刺已经面如死灰的赵云峰。赵科长，我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刚才说准备联合厂领导制造一场生产事故，然后把价值几百万的德国进口机床当成废铁，10万块卖给你联系好的南方老板，对吗？王秘书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赵云峰浑身一抖，汗水瞬间浸湿了他那身笔挺的毛料中山装。他结结巴巴地分辨，不是的，陈峰，你别瞎说，
我是喝多了，开玩笑的。王秘书，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开玩笑。我的声音不大，却压过了全场所有的杂音。那你威胁李月，用他父亲的工作来逼他，也是开玩笑吗？这句话压垮了赵云峰的心理防线，他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就在这时，包间的门又一次被推开，这次走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面容威严的中年男人，正是枫林县的王县长。他身后还跟着几个神色严肃的干部。王县长显然是听到了我最后那句话，他的脸色铁青，目光死死地盯着摇摇欲坠的赵云峰。好啊，赵云峰！王县长怒极反笑。我们县里上上下下，为了盘活拖拉机厂，为了几百号工人的饭碗，到处找出路，求爷爷告奶奶的请投资。你倒好，在背后谋划着挖墙脚，侵吞国有资产。你好大的胆子！他转向身后的保卫科长，厉声命令：把他给我带走，立即停职，通知县纪委介入调查，把他刚才说的那些事一五一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不，县长，我冤枉啊！赵云峰彻底崩溃了，他哭喊着，如丧家之犬般被拖了出去。包间里，我重新拿起酒杯，走到已经完全呆住的同学们面前，平静地开口：各位同学，很抱歉没能让大家尽兴。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峰，5年前去了深圳，现在勉强算是做点小生意。我顿了顿，目光转向早已泪眼婆娑的李月。这次回来，我准备投资100万，不是建新厂，而是整体收购、改造我们县的拖拉机厂。我会引进全新的电子生产线，培训所有老工人上岗，我保证一个都不会少。我走到李月面前，声音放得无比轻柔。我离开时答应过你，会让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好。现在我回来了。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枫林县拖拉机厂，这座沉寂了许久的钢铁巨兽，迎来了一群特殊的人。我走在最前面，身边是态度谦逊的王县长，身后跟着我从深圳连夜用专车接过来的3名核心工程师，他们穿着时髦的牛仔裤和 T 恤，与周围穿着蓝色工装的工人们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反差。厂里的老厂长和几位车间主任都来了，包括李月的父亲李师傅。他看到我，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欣慰，还有一丝作为长辈的局促。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经年不散的机油味。偌大的车间里，那些曾经轰鸣作响的机器，如今安静地趴着，身上蒙着一层灰尘。陈老板，您看，这就是我们厂的家底了。老厂长搓着手，语气里满是心酸和无奈。尤其是这几台德国货，当年可是用一车皮一车皮的苹果换回来的，宝贝着呢。可惜啊，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带来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拿出本子，正要记录，我摆了摆手，径直走到那台最大的德国冲压机床前。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冰冷的钢铁外壳，上面还有着斑驳的油渍。Krupp 1500型压力机，81年的型号。我平静地开口，他的问题不是出在机械结构上，而是液压系统和电路老化严重，控制器早就跟不上时代了。如果我没猜错，他的液压油管在去年冬天肯定出过一次严重的泄漏事故，对吗，李师傅？我转向李月的父亲。李师傅浑身一震，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迸发出了惊异的光芒。他使劲点了点头，对，就是去年冬天，差点出了大事故。陈峰，不，陈老板，
这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在深圳就是跟这些机器打交道的。我笑了笑，拍了拍机床，它的骨架是顶级的，比我们现在能买到的任何国产设备都要好。只要把它的心脏和大脑换掉，装上我们从日本定制的控制器和新的液压泵，它就能立刻变成一条顶级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外壳冲压生产线。我转过身，对王县长和所有在场的工人们说：各位，我不是来这里拆掉机器、卖掉废铁的，我是来让他们用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轰鸣起来的。我的话让在场所有老工人的眼睛都亮了。下午，我来到了县广播站，红砖砌成的2层小楼，门口种着一排白杨树。我找到了李月的播音室，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看到他正坐在话筒前，神情专注地念着稿子。他的声音通过外面的大喇叭传遍了整个县城的上空，清澈沉稳，带着一种能安抚人心的力量。我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直到他播报完最后一条新闻，关掉设备，一抬头才看到了玻璃外的我。他愣了一下，随即走了出来。你来了。他的声音比在话筒里时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我点点头，我听完了你的广播。我们在广播站后的小花园里并肩走着，沉默了许久，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李月，对不起，这5年我一封信都没给你写。他停下脚步，看着我，摇了摇头。你不用说对不起，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早已被抹撒的有些柔软的手帕，这是5年前他塞给我的。在深圳最难的时候，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有一次连续3天没接到一单生意，房租交不上，饿得在路边走不动道。我当时真想过买张火车票就这么回来算了，可是一摸口袋就摸到了它。我想起你对我说你相信我，我就觉得我不能当个孬种，我得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来见你。李月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转过身去，不想让我看到他的眼泪。我没怪过你，他哽咽着说，我只是不知道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被人欺负。赵云峰，他经常来，我爸妈也劝我都过去了。我轻轻地走到他面前，声音里满是心疼。现在不会再有任何人能逼你了。他终于转过身，泪眼婆娑地看着我。陈峰，你这次回来还走吗？不走了。我看着他，无比坚定地回答。风回来了，以后要越过所有的山丘。风月电子厂的风是陈峰的风，月是李月的月。1个月后，秋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洋洋地洒在我办公室的写字台上。这里曾是拖拉机厂老厂长的办公室，如今墙上安全生产的标语旁多了一幅崭新的枫林县地图，上面用红线标注着通往深圳、通往港口的运输路线。桌上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正准时地响着，里面传出的是李月清澈而沉稳的声音。这1个多月来，每天听他播报县里的新闻，已经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下面播报一则本县新闻，他的声音不疾不徐。今日上午，县人民法院对原枫林县拖拉机厂采购科科长赵云峰、副厂长赵卫东等人侵吞国有资产、投机倒把、故意破坏生产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赵云峰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余涉案人员也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没有丝毫多余的评论。
只有客观、公正的宣判。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我们这个年代，它从不缺席。我端起那只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杯，喝了一口热茶。赵云峰那张因为酒精和贪婪而扭曲的脸，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他或许到最后都不明白，他不是输给了我，而是输给了这个滚滚向前、不容蛀虫的时代。收音机里短暂的静默后，李月的声音再次响起，这一次明显带上了一丝发自内心的轻快的笑意。下面播报一则喜讯：由深圳丰悦电子公司投资改建的我县原拖拉机厂枫林县振兴电子厂于昨日正式挂牌成立。同日，该厂生产的第一批5000台金星牌半导体收音机经检验全部合格，已装车运往港口，将出口至东南亚地区。这标志着我县工业企业转型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据了解，振兴电子厂不仅全员保留了原拖拉机厂的在册职工，还面向社会新增了近100个就业岗位。全厂职工喜气洋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走到窗边，推开窗，窗外那个曾经破败沉寂的厂区如今焕然一新，地面重新铺了水泥，刷上了白色的停车线。车间里传出的是机器均匀而富有节奏的轰鸣声，不再是过去的沉重与老迈，而是充满了轻快与活力。我看到工人们穿着崭新的蓝色工装，脸上洋溢着久违的踏实的笑容。公告栏前围满了人，上面贴着的是新的人事任命、工资调整方案和下个月的超产奖励办法。我甚至看到了李师傅，他正带着几个年轻徒弟在调试一台新设备，嘴里大声地喊着什么，满脸的自豪。一切都在走向正轨。正看着，李月不知何时已经俏生生地站在了我的办公室门口。他今天穿着一件红色的确良衬衫，映得他脸颊也泛着光彩。他走到我身边，顺着我的目光看向窗外，笑着说：“陈大老板，听着自己的功绩从广播里播出来，感觉怎么样？”我莞尔，不如听你的声音好听。他的脸微微一红，从身后拿出一盘小小的磁带，递给我。这是什么？我好奇地接过来。送给你的。他说，我为咱们厂录制的一期特别节目还没对外播出呢，里面有工人们的采访，有李师傅他们的，还有一首歌。我看到磁带的标签上用他娟秀的字迹写着3个字，在希望的田野上。我握着那盘小小的却承载着无限分量的磁带，抬头看向他。阳光下，他的眼睛像2汪清澈的泉水，倒映着我的身影，也倒映着背后那座充满希望的工厂。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相视一笑。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